当倒数结束，点火按钮被按下的时候，火箭究竟是怎么被点燃的呢？这个问题啊，你不挖还好，一挖发现全是奇葩。有的呢根本就不会点火，而有的则是华根火柴去点火的。下面咱们就来聊一聊。先说第一种啊，不用点火的火箭呢，它使用的是一类称之为自然推进剂的燃料组合了，通常就是肼类配上四氧化二氮了。这两种液态的物质呢，只要是混合到一起，就会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。放热进而燃烧，所以点燃它们嘛，一点都不用外界操心。那个按下去的红色按钮呢，只是做成了像是在点火的样子，实际上是半点火花都没有的，就是把阀门打开，让两个炙热的灵魂彼此奔向对方而已。我们再看长2、长3发射时，它喷出来的橘红色的火焰，就是这种推进剂的混合自燃后的结果了。由于肼类和四氧化二氮呢都是有毒的，所以这种火箭呢也被我们叫做毒发。好了，第二种火箭。液氧煤油，你把它俩混合到一起啊，不来点烈火，人家是不会擦出感情的。所以点火就得要上点心了。但是想让超低温的液氧与煤油碰到一起燃烧，而不是爆炸，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液氧的低温呢，会引起煤油的冷却并凝固，而凝固的燃料和液氧的混合物对撞击非常敏感，在加压情况下，常常直接升级为爆炸了。对一开始研究他们的实验人员呢，非常的不友好。怎么办呢？在这儿啊，东西方的路数就开始分化了啊。美国人坚定不移地选择了技术路线，而苏联则转头向着古老的智慧取经去了。先来说美国那边，他们发现啊，有些金属有机化合物，比如3乙基铝、2乙基锌、3乙基硼等等，只要是暴露在空气当中，就能自然发火了。要是遇上点液氧，更不得了了。于是咱们就只需要在发动机的管路里面呢，备上一个装着上述引火剂的玻璃小管，打碎即可保证点火了，简单可靠啊。当然是一次性的。雷鹰9号上面的梅林1D 发动机稍微就复杂了一点，得把玻璃管换成由阀门控制的引火剂加注系统，才能实现多次点火。不过也算简单嘛，但这些到了苏联人眼里面都太复杂了，不就是点个火吗？直接上火柴或者火把就得了。是的啊，直到现在把宇航员送上国际空间站的联盟号火箭呢，都是用火把点燃的，不可思议吧？但苏联人其实是有苦衷的啊。咱们来看看联盟火箭的屁股，它的中间呢是装在新一级上，有4个主喷口、4个小喷口的 RD-108发动机，四周是装在4个助推器上，又各有4个主喷口、2个小喷口的 RD-107发动机，加起来就是20个主喷口和12个小喷口，一共32个喷口。那么请问如何保证这32个喷口在发出点火指令的一瞬间准确无误的同时点燃呢？是用更加灵敏的传感器，还是更为先进的信号系统，还是用更加智能的计算机算法呢？想多了吧？只需要点燃32个火把，把它们放进32个喷口里，让它们先在这儿燃一会儿，然后再打开推进剂的阀门，不就完全同步了吗？苏联工程师称这种方式为烟火点火装置 PZU， 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为了点燃世界上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R7 发明的。既然联盟号诞生自 R7， 这种点火方式呢，也顺其自然的被继承了过来。它是这么操作的：在联盟号被安装到发射台上之后呢，技术人员会通过在发射台下方的通道桥，手动的去将一根根倒梯形的木棍插入到每个燃烧室里面。20根大木棍插进了主燃烧室里面，12根小木棍插进了转向发动机的小燃烧室，而且它们都必须是取材于上好的白桦树才行啊。在每根棍子的顶部呢，都有一对高温装药，在高温装药之间连着一根用弹簧夹着的黄铜线，起短路发热点火的作用。来自点火装置和传感器的电线呢，沿着倒梯形的木棍向下延伸到了一个插座，在那儿它们被插入到发射控制网络。当这些火柴在燃烧室里面被点燃的时候呢，它们的火焰会切断黄铜线，弹簧将松开的一端给拉开，从而断开电路，这就让发射控制台上亮起了一个点火的信号。只有当发射控制系统确认这32个燃烧室中的每一个燃烧室的信号都亮起来之后呢，它们才会打开推进剂供应管线上面的阀门，使火箭真正的点火，确保了绝对的同步啊。而至于那些大火柴的命运嘛，当然就是付之一炬了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来就不知道这个秘密的原因了。尽管这听起来有点太反直觉了，启动代表人类科技巅峰的火箭居然用的是这么 low 的方法，但它真的是异常可靠啊。
已经兢兢业业地运行了70年，送了数百枚的火箭上天了。而且即使真的出了点问题，也还有别人比拟不了的优势啊。2016年的3月12日，一枚联盟运载火箭屹立在哈萨克斯坦拜克努尔发射场第31号工位，准备进行发射。然而，当点火按钮被按下了23秒之后，火箭却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此时的发射大厅却响起了指挥员的声音啊。发射终止，推迟到明天进行发射。What？ 发射按钮都已经被按下了那么久，而且明明有的喷口下面已经冒起了烟，居然都能被安全终止掉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！原来啊，是32根木棍中意外熄灭了一根，还没有轮到推进剂上场呢。当然是可以随时喊停，而且还能迅速修复的啦，不就是换根火柴的事儿吗？果然，3月13日，就在上次事故的24小时不到里面呢，这枚联盟火箭就成功发射了。这要是换做其他一些使用复杂点火系统的火箭，是不太可能做到的啊。其实我们得感谢这次事故，否则苏联人的黑科技不知道还要保密到什么时候呢？最后，咱们不是还有氢氧火箭吗？那个啊，火柴就不管用了，要靠固体火药或者是电火花。你看航天飞机主发动机启动时的慢镜头呢，就充分说明了星星之火是怎么燎原的。